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9月15日晚间18点5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我今天把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在日线级别把它调了出来。调出来之后啊，我们发现啊，道指在目前为止一直处于144日均线下方运行。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啊，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并列运行，并且啊一直对当前的价格起到了一定的压制作用啊。在日线级别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周线级别发现了啊，周线级别144和169啊，目前处在支撑位的这个位置上，特别是最近啊，当前道指的价格处在144日均线之上。那么如果行情再次往下走的话，跌破169日均线，也就是3万点附近啊，那道指呢一定会引发更激烈的一轮下跌西游。那么我们从前面36952道指高点出现之后，发现了啊，道指第一轮的下跌呢，走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这个时间级别呢，和比特币是相互映衬的，相互对应的啊。比特币的下跌的时间级别也是2轮半，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目前行情处在什么位置呢？处在一个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啊，8戒阴线也走出来了，但8戒阴线中间呢走出了一根阳线，那这根阳线呢，我认为是对下跌西游的一个干扰性 K 线。那么下一步行情呢，我认为道指还有机会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并且接下来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呢，会影响比特币多头方面的发展。我认为比特币的多头呢很快将近啊，特别是在这种美股的这种下跌趋势当中。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啊。那比特币的这轮反弹从1854918500美金反弹上来，它的反弹幅度呢是22%左右。反弹之后呢，我们观察到突然出现的4小时级别的大阴线，让这轮反弹得以结束。那么4小时级别巨大的阴线之后呢，我们认为它有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的一个预期。那么目前来看悟空阴线，也就是9月13日晚间20点的这根阴线走出来之后呢，目前已经出现了8根阴线。那么当前的时刻呢是走沙僧阴线，我们看到沙僧阴线它构成了一组沙僧阴线组，中间很多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啊。但我认为4小时级别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8戒阴线和沙僧阴线都走出来之后唐僧阴线很快就会走出来，并且呢，这轮行情低点的预期呢，我依然认为是在19000美金到18500美金这个区间啊。这个区间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切换到日线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之前在17605出现之后连续2次在这里面建立了底部。那么这个底部呢，会经过第3次的确认，3次确认之后呢，再反弹上来。但是之后的反弹呢，我认为反弹的预期是要弱于第一轮和第二轮的。我们知道第一轮反弹了42%，第二轮反弹了22%到23%，那么第3轮的反弹预期可能会在15%左右。所以呢，行情呢目前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这个下跌趋势呢，我们认为它同步了美股的极端行情。我们看到了昨天美股前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阴线这根阴线呢，直接让比特币也同时走出了日线级别10%的下跌。那巨大下跌之下呢，我们分析了它的时间级别，我们看到了它正在走这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这个下跌呢是与反弹对称的。所以呢，现在是行情当中的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的下跌趋势，其中4小时级别的目标位呢是在19000美金到18500。那今天是有利好的，今天的利好呢是对以太坊来说的。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出现了一小波行情，但随即被打了下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比特币
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反弹动作啊，它的这个振幅是非常小的。我们看啊，从最低点到最高点啊，仅有4%左右，4%左右的波动区间呢，它属于一个震荡行情。那么在这段震荡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一轮的震荡啊，连续2天的震荡构成了什么呢？构成了沙僧 K 线啊。这组沙僧 K 线呢，和前面行情当中这一波震荡啊，连续10天的震荡是同样的。我们看日线级别啊，日线级别上，在上一轮行情当中，8月19日这一天出现了悟空阴线。震荡之后走8节阴线，然后经历了连续12个交易日的沙僧 K 线组啊，最后呢发生了下跌。那么当前啊，在前天出现10%巨大下跌之后，在目前的这个点位上出现连续震荡，再次下跌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这个位置呢不存在支撑啊。当前图形上我画出来的这个黄色线是预测的这个线，实际上呢，它没有形成波谷的连线和波峰的连线啊，所以呢，这个位置继续下行到达18500美金附近的概率是非常大。同时呢，18500美金附近啊，可能遇到一些反弹啊，遇到一些反弹。这里的反弹呢，是前面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支撑位，所以呢，行情整体来说非常弱势。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是要布局一定的空单的，但是这个空单呢，不适宜去全仓搞进去，因为行情目前处在这个24000美金到19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日线级别区间震荡过程当中啊，随时呢反弹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整体趋势是下行趋势。这个楔形的大型的三角形呢，它是一个下跌趋势的三角形啊，但是它的底边线是水平的，所以呢，只要行情是在上边线附近啊，上边线附近都是可以建立空头仓位的。随着行情的进行呢，我们认为它有机会形成4次波谷之后，然后做出与江恩4波谷定律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相对应的情况发生，最终呢跌破18500到19000美金这样的底部平台这个底部平台一直在运行，很烦人很烦人，它会运行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最后呢发生跌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18年的行情和15年的行情当中是看到过的。同时呢，我们看上方的这个结构，上方的这个结构是21年6月到22年5月份长达1年的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当中呢也有一个波谷的现象。同时呢，这个波谷我们可以画一下的这是第一次波谷，大概是在21年2月，然后第二次波谷是在21年的5月，第三次波谷呢是在今年2月，第四次波谷呢是在今年5月。你看长达1年的运行过程当中4次波谷形成之后发生跌落，那么现在的这个结构呢，也是在不断的怼18500、18500到19000这个区间，反复的对这里测试之后发生跌破。这种情况下呢，很多人就会认为20000美金附近18500美金附近，它是一个相对的底部往里冲就可以了。很多多头可能会在这里面埋伏，然后反弹过程当中它确实会得到一部分利润。如果不及时出逃的话呢，行情很快会把它的利润带走。所以呢，在熊市当中一旦它走出一个结构，并且这个结构非常稳定，能够看到了之后呢，一定要获利出逃。对于多头这方面来讲是获利出逃。那么行情走到这种情况下呢，是我们不断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在前面的解说当中呢，我一直给大家的一个战法就是记住现在是什么趋势，找到合理的位置，布局好仓位合理的分配自己的仓位合理的布局自己的倍数最终呢能够在趋势上获利趋势上获利是比你追涨杀跌要稳定的多。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来看目前处在一个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下方，目标点位呢是走出一个唐僧阴线，目标点位是在 0.07 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价格的这个比值
那么今天以太坊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反弹啊，这段时间的反弹呢，它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加速的啊。我们还是看这个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的比值呢，相对于比特币是加速的，然后随即快速回落啊，回落的速度呢是快于比特币的，所以呢，在这个交易对上出现了急涨急跌。那么本身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也出现了急涨和急跌。那么今天利好是啊，以太坊最终停止了 POS 挖矿啊，它现在的挖矿方式是质押挖矿。那这么大的利好在落地之后，我昨天就提到了啊，这种大利好最终会构成利空啊，利好落地既会构成利空啊，虽然有短时间的上拉动作，但是它是属于一种诱骗式的谎骗性 K 线啊，谎骗性 K 线啊，诱骗你进场多头，然后将你绞杀进去啊，所以呢，在熊市当中啊，任何巨大的利好都不要相信啊，坚定自己的方向。什么是自己的方向呢？我认为熊市当中最大的获利方向就是做空。同时呢，在小日线级别上啊，我们看到了这里面已经逐渐要形成4次波谷，等位置4次波谷之后呢，非常容易发生跌落，这一点要记住。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呢，我们观察到了日线级别上啊，它做出了一轮日线反弹之后，顶到了144均线附近啊，144日均线这个位置呢构成了压力。那么在前天的这根阴线呢是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啊，有可能走一波下跌吸油。那么下跌吸油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目标位呢是大概$1300附近。那最终呢行情我们观察到它的上一轮反弹是周线级别的，目前下跌的过程当中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下方呢就有可能走周线级别的下跌K 线组也叫下跌吸油。那么周线级别的目标位呢是在$1100附近所以呢，在这里面我有2个目标位一个是日线级别的目标位$1300，一个是周线级别的目标位$1100，这是大概率可能要发生的。我们看到了行情当中，在周线级别上，这里面有波峰连线连接过来形成的弧形顶，这个弧形顶发生突破之后瞬间可能会打下来，如果发生快速回落的话，重新回到弧形顶内部，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一旦回到弧形顶部区间的话目标位就是在$1100附近它的利好已经结束了以太坊物理挖矿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以后都是质押挖矿了所以呢，利好落地之后有可能构成巨大的利空。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太坊的价格很快可能回到这个弧形的区间上来，一旦跌破$1450，将要重新面临这里的压力位因为我们看到了$1450这个位置呢，压力重重。不仅仅是弧形顶波峰的一个压力，前面行情当中日线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这里5月份形成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在这里面在$1450附近同时构成了2重压力和3重压力。所以呢，一旦$1450跌破之后，以太坊的下跌空间呢将要打开那这轮行情当中，我前面提到了之前有个非常重要的连线符合了我们的预言。当时我把这个视频呢放在了主页上现在我的 YouTube 主页上就有这个视频，大家伙可以去看一下了。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这个支撑呢是从21年2月延伸过来的，这个支撑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连续1年都在这里面苦苦支撑无论以太坊打到多高都会回落下来，回落下来之后呢会迅速反弹上去对多空两方面进行了绞杀。但是这个位置发生跌破之后在5月初的时候发生跌破之后，我当时就在4月份的时候强烈的提示，在视频里面反复说了很多次这个位置跌破之后以太坊的下跌空间打开，结果从以太坊$3000跌到了$878。那么当前行情也是有这种同类型的现象正在演化出来，也就是5月份形成的这个支撑和长达1年的这个压力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旦
以太坊跌破1450，那么我们的极端目标位啊，在短时间上看啊，以太坊将要回到$1100附近。无论什么样的利好啊，都没有改变 ETC 的行走状态。我们看到了今天短时间内啊，从今天午后开始，确实有一段的拉升，但是这个拉升呢，还是对前面$42跌到$33这个大型缺口的一个小时线的回补动作。这里的回补呢，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主要的结构我们可以画一下啊，主要结构是这样的。线段啊，主要结构是在这里面形成啊反复的收敛三角形，反复震荡的一个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呢，从当前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来看啊，已经走到焦点位置。这个焦点位置大概是在16号凌晨1点啊，今天是15号，明天16号，16号凌晨1点。这个时候啊，它的价格如果还在$38附近的话啊，非常容易发生快速的跌落。我们认为啊，一段行情形成缺口并做出回补动作啊，构成一个三角形之后，它的焦点位呢是一个容易发生跌落的一个位置啊。特别是在今天重大利好出现之后，ETC 没有做出很好的表现，因为很多矿机都要把 ETC 嘛。啊，虽然构成了一个物理层面上的利好啊，但是呢 ，ETC 的产量和产速也会增加，我认为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ETC 本身的价格在短时间快速波动之后，还会重新回落下来，重新回到什么呢？重新回到它的下跌趋势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它的利好呢，在7月份到8月份的反弹过程当中已经消化殆尽，并且在$40附近形成了一个筹码构成的啊。筹码密集区构成的一个顶部，所以呢 ，ETC 这里面呢，我是认为啊，应该是做空的啊，目标位我认为是能达到$14附近啊，走一个与反弹稀有对称的周线级别下跌稀有啊，目标位是$14附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拼多多、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